董事长的身体还好吧？这个要问董事长的亲弟弟。兰兰，我说的是实话，他弟弟都不让你去医院呢。那是因为医生说了，脑梗病人容易激动，他生怕他哥见着我跟孩子会太激动了。那现在公司是谁在管理啊？他弟弟。他除了这个弟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父母还在世吗？何塞，你过分了吧？不，我就是提示你一下。你看，如果说你丈夫这边家庭成员还有家庭结构比较复杂的话，那么一定要尽早把遗嘱确定好。罗宾，我说的有道理吧？哎，对了，你们俩的联络方式留了吗？我扫您。哎，姐，我觉得何塞律师说的对，您是应该把遗嘱的事情提上日程。而且这个遗嘱吧，一定要做个公证啊，一定要有见证人。像我们律所呢，也有这方面的业务。这个有些老板吧，提前先走了，然后家里边呢就打成了一锅粥。这一打官司会打很多年，这种事儿咱见了很多。兰兰送客。不，我还没说完呢。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市值100亿的家族企业，一旦打起，你们不就是来要钱的吗？那还何必绕那么多弯子，假装关心我老公呢？我现在就告诉你，公司所有的事情现在都是他弟弟在管，他亲弟弟。有本事你就找他弟弟要，我把电话给你。你有本事把刚才说的话当面再跟他说一遍。我跟他说立遗嘱的事儿，他一定会感激我的。不好意思，我们先回了。你多保重，也祝你先生早日康复。我没说完呢。你说完了？不是，哎，我真没说完。真说完了。我姐姐最近喜怒无常的。能理解，能理解。那我跟兰兰再说两句。您说。他见了美女就拔不动腿，而且，不，你陷害我。说起来没完没了。您记得微信给我通过。好的，会通过的。啊，留步。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干嘛把我拉出来？等你说完，人家就该把你赶出来了。不是，那咱那1650万呢？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不回来了。哎，咱俩一块儿来的，我也没见着你占上风。我们不是来为了占客户上风的。作为律师，不能只讲客户爱听的话说。那你也不能人家不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吧。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也是律师，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人家老公还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你就再跟人家聊遗嘱？不是，那什么时候聊啊？死了之后聊啊？这遗嘱有死了之后聊的吗？啊，不都是活着的时候聊吗？对不对？你再说了，那死了之后，那跟谁聊去？死了之后聊的遗嘱，那法律，他能承认吗？哎，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这给你开车门呢？需要给你小费吗？关于这1650万的事儿啊，我认，但是话呢，咱得说清楚。因为之前这个合同啊，蓝红签的，我哥并不知道。但是现在要付这笔钱，那咱就得名正言顺，重新签个法律协议。之前那个作废了。新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请罗律师做我的私人法律顾问，这笔钱呢就算是顾问费。这和过去的意思差不多，有一点点不同。之前啊，是我哥的法律顾问，就因为我哥现在已经不在了，那么现在呢，我是想请罗律师作为我的私人法律顾问，绝不可能。哎，这为什么呀？因为您是被告，我们是原告的律师。我是被告，我被谁告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嫂子，你哥哥的遗孀。蓝红告我什么呀？我听听。你侵吞了你哥哥的遗产，欺负他们孤儿寡母。我还没告他呢，他反过来告我，黑白颠倒是吧？哦，潘金莲告上武松了。哎，众所周知，
你哥哥以前得过胆管癌，动过手术，所以说你哥哥的病以及他的离世跟蓝红没有任何关系。怎么没关系啊？蓝红要不是天天气他，他可能脑梗吗？可能生病之后还不见他吗？你哥哥之前留下遗嘱了吗？当然留了。遗嘱怎么说的？遗嘱里说，所有的财产跟蓝红1分钱关系都没有。那跟谁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啊。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一个人所有。我今天来呢，不是要在这儿啊谈论遗产的继承问题，哎，我是来谈这法律顾问的合同的事儿的。可你们现在这儿冲出一律师来，跟我说我被告了，而且还是原告的法律代理，这有点荒唐吧？啊，对不起啊，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何塞，你跟那个兰事先签了代理合同没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过来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儿的，正在进行中。那就是还没签。那个，冯主任，罗律师，我对法律呢也略懂一样。如果你们跟我签了这个代理合同，你们就不应该接跟我有利益冲突的任何一方了。咱换句话说，咱不用换句话，咱们就直说，我们作为蓝红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啊，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法律服务，否则我们就会违背利益冲突原则，也会违背我们作为律师的职业规范。哎，这怎么呛你生意啊？不，我们是搭档，不存在谁抢谁的生意。行，你们是律师，你们不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我给你们算笔账，好不好？这个合同一签，你们律所立马就能收到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你等等啊，如果我们做了你哥哥遗孀的委托人，按照行业参考价，律师费按照争议标的额的1.5%到8%之间收取，那我们的律师费就会达到1.5亿至8亿之间，我们也会算账。你算的呀，只是你自己的账，我帮你算算罗律师跟你们整个律所的账，好不好？除了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之外，打官司如果真的产生诉讼的话，这钱是单算的呀。罗律师，他付你多少钱，我一样照付，甚至更高。一旦蓝红发起诉讼啊，罗律师是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的。为什么呀？蓝红是他前女友。罗律师，这你应该更了解蓝红了呀。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吧？啊，众所周知，背信弃义，太贪婪了。哎，之前是因为啊给我哥做法律顾问，做着做着成我嫂子了，这不明摆着冲我哥钱来的吗？我哥早就看出来了，早就有全套的防备，所以1分钱都没给他，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孙先生，对不住，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你的法律顾问。为什么呀？老天长眼，天赐良缘，给了你一个报仇的大好机会啊！他不是那种人。我对上号了，你不会是那个前男友吧？哎，我可早有耳闻啊，之前人要结婚了，请柬都发了，结果结婚之前遇上我哥了，把你给甩了。如果要是这么能对上号的话，我太能理解之前为什么跟你签这1650万的合同。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那是因为你们1审、2审都败诉了，我跟他签的是风险代理合同。如果我不能胜诉的话，那这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我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啊，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接的呢？要不是因为你的搭档跟他的老情人有关系，你可能接吗？哎，干什么？你再说一遍。打架是好听点，好听点。我就说了，哎，我就说了，怎么着吧？你现在就是。
找罗宾啊，他不在，他去风云办公室了。琳娜姐，打起来了！罗宾老师在风云办公室跟人打起来了，拦都拦不住。安之俩人欺负就算了，这个西门庆也跟下山了外边。住手！就说你们西门庆。现在知道疼了，以后我跟人打架的时候，你能不能别抱着我，你去抱对方，抱别人？罗宾那意思呢？你抱着别人他就好打了啊，你抱着他，那他就没法打人了。行了，你们俩，刚才亏了是抱着你，这要是没抱住呢，你出手没轻没重的把人打伤怎么办啊？我还没出手呢。对，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一碰着人家，人家就可以报警，万一验出点轻伤来，直接把你就给拘了。对，你要是被拘了，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你就当不了律师了，你知道吗？那我就不当，我卖咖啡去。你以为咖啡是你想卖就能卖的吗？谁找你这样的大叔卖咖啡呀？没人找，我自己开一个，就叫大叔咖啡。从咖啡师到服务员，必须全是大叔。行了，越说越没边儿了。大西，你可以走了，谢谢了啊。你看他干什么？就是因为你对我们律所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不，我是在给咱们律所争取一个100亿家产案，正在争取，就是说还没有争取到。我一定会争取到的。那万一没争取到呢？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吧？刚才那份合同只要一签，即便是蓝红向孙超越发起了诉讼，咱们作为孙超越的律师，不管案子输赢，都能得到一大批预付款，知道吗？这么快又见面了？对啊，孙超越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客户啊，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我希望你们能够说服郎红女士，接受我们的条件。你们什么条件？我们受孙超越先生的委托。太啰嗦了，说重点。重点就是郎红女士如果选择再嫁，孙先生将会赔付一笔嫁妆；如果选择不嫁，那么孙超越先生会按月支付她一笔生活费。生活费的多少，我们可以谈。那我们还是法庭见吧。法庭见。法庭见。姐，罗宾和何塞来看你了，我认识他们。你们喝点什么？你们是来毛遂自荐的吧？我们不是毛遂啊，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你能够信任我们，把这个事情委托给我们。我不会委托任何人。你不打算起诉了吗？打算，但是我没钱请律师，我的信用卡全部都被冻结了。我们可以给你做风险代理，就是打赢了给钱，打输了就不用给了。我知道什么叫风险代理，但是我不能输，我承受不起这个风险。你看啊，你也做过律师，律师不能100%的承诺胜诉。就因为我也当过律师，所以我才不打算请律师。为什么呢？是你不相信律师，还是不相信我们？我自己就是律师，我为什么还要花钱请别人呢？你确实当过律师，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职业了。那是因为我嫁人了，所以我现在打算复出。复出？对，重操旧业。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案子练手啊。那你觉得我拿谁的案子练手更合适呢？你找些无足轻重的啊，哪怕是输了也无所谓的。什么案子是无足轻重，输了也不太所谓的？对于律师来说，再小的案子，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天大的事儿。谁会把自己天大的事拿给一个律师练手？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管你什么意思，反正我绝对不会把自己性命攸关的事儿交给别人。何塞嘴笨，他的意思是说，是你做过律师，但是你已经离开很久了，对这个行业会有些生疏，所以他建议你先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做起，不要一上来就打生死攸关的官司。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凭什么要从最基础的做起？
我跟你曾经是同事，如果不是我结婚离开律所，我不会做的比你差。喂，姐。哎，我有件事情啊，要跟你商量一下。你等一下，我出来说。急吗？不急，但是中午以前必须要做决定。什么决定？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王丽啊，最近一直在联系我。王丽，就是原来追过你那个王丽。我知道你不喜欢她。你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他是不是问了很多你蓝红的事儿？对啊，最近我们聊了挺多事儿呢，还聊到你以前的事儿。以后你不要再见他了。为什么？他是孙超越的法律顾问。我又不认识孙超越是谁啊？你在哪儿？电话里说不清楚，我现在马上过来找你。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按席位就坐。你坐吧，我来跟你说一下，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出去？马上就开庭。你来配合何塞老师。临阵逃脱，明显不敢面对。请大家肃静。现在宣布法庭纪律。你要去哪儿？大家都在看着你，如果你现在走了的话，就是逃跑。如果你现在走的话，大家就真的会觉得你跟他有事儿。王丽找罗琦了。明白了。罗琦，在你还是少女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你，爱你。我想把你忘记，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收回你的东西，我不允许你利用罗琦。罗宾，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我是跟你不一样，我从来不会像你一样为了赢官司不择手段。那你认为你从无败绩、战无不胜，是因为你的能力强吗？那可能是因为我永远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你跟我走，走。我不是18岁，我有自己的判断，好不好？他找你，就是想借你的口说出蓝红是一个薄情寡义、贪图钱财的女人，她不配拥有任何遗产。蓝红不是这样的人吗？我从来觉得就是啊，难道不是吗？原告蓝红女士和孙浩瀚先生之间并不存在感情。法律规定，遗嘱内容必须得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原告和遗嘱人为法定配偶，但是遗嘱人早就已经表现出对这段婚姻的失望。你这句话没有事实依据。有，孙浩瀚先生在结婚后不久就发现原告嫁给自己是因为贪图富贵，于是就对原告产生了厌恶之情。孙先生每日忙于工作，但是连过年都不回家，情愿到弟弟家去和自己的儿子孙然一起过。
过年是我们双方共同做的约定。孙然的母亲在除夕之夜去世，所以每年春节我丈夫都要回去陪她。那难道你作为后妈，我也有我自己的亲妈。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一个人把我和我妹妹2个人抚养长大很不容易。我妹妹在我婚后不久就出国读书了，所以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去陪我妈过年，要不然她就只能一个人过。这也是我跟孙浩瀚在婚前就做的约定。平时我们的生活都在一起，但是每逢过年，我们就各回各家，各自陪伴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亲人。被告代理人，这是他们的婚前约定，不能以此来攻击他们夫妻的感情不好，更不能据此对原告进行人身攻击。审判长，孙浩瀚先生对原告早有提防，甚至一度怀疑原告之女并非自己亲生，所以在重病之际将所有的遗产交给自己亲弟弟继承，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审判长，他这是在诬陷，涉嫌人身攻击。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证据吗？有。医院的医护人员从来没有见过原告，讨论治疗方案都是与我的当事人，也就是原告丈夫的亲弟弟孙超越先生进行的。所以，所有的治疗方案，包括病历上的签字，都是我的当事人所签。我先生住院以后，你的当事人跟我说，医院建议我和孩子暂时不要去探视，因为我丈夫见到我们可能会激动。之后我们坚持要去探视，他又说我丈夫已经转院，至于转去哪个医院，又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些我都有证据，我们家保姆都可以作证的。你自己也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你真心想去医院探望你病中的丈夫，那么我的当事人怎么阻碍得了呢？而真实的原因是，你知道你丈夫并不想见你，而且他的家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之所以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你是因为钱。你在胡扯！我有证据。这有2张结婚请柬，第一张是蓝红女士与罗宾先生的结婚请柬，时间在前。第2张是蓝红女士与孙浩瀚先生的结婚请柬，时间日期在后。这2张结婚请柬时间只差1个月，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间决定嫁给后者，一个比你大15岁的男人呢？谁规定了一个人一生只能谈1次恋爱，只能爱1次？我多爱1次就是大逆不道了，就连继承自己合法丈夫的遗产的资格都没有。你这是哪一朝代的法律啊？我想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的问题，那我再问一遍，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决定不嫁给与自己相恋多年、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大学同学罗宾的呢？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有关。性格不合。不，是因为罗宾的父母出资为你们购置了婚房，而你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和你母亲的名字，你要霸占别人的房产，目的落空了，你恼羞成怒才火速嫁给了孙浩瀚。你以为男人傻吗？你以为你丈夫会相信你是因为感情而嫁给他吗？你骗得了他一时，你骗不了他一世，所以你不会得逞的。如果所有的遗产都被你继承了，他会死不瞑目的。我真是不明白，你哪儿来的自信，在这信誓旦旦地争夺遗产？休庭。你有点过分了。我是为了……不管为了什么。出去。孙超越的律师是顾杰和王丽。出去！你应该明白，顾杰会比何塞更狠。他更了解你的软肋。他那时候是你我的上司，他知道我们俩结婚没有结成，而且后来他参加了你跟孙浩瀚的婚礼。你以为我当初没有嫁给你，是因为房产证上没有我们的名字吗？不管是因为什么，都不重要了。那你也不能侮辱我，尤其不能让何塞侮辱我。
罗宾，当年我妈被你姐怼得心口疼，在电梯就吃了速效救心丸，这事你记得吧？这件事儿，我们不提了。我要提，为什么不提了？回家之后我就一直劝我妈，我妈直接就跟我翻脸了。罗宾，你有没有想过，我妈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要求？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她女儿未来的担忧和考虑，你想不到吗？她提出的理由难道就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是我当初也很反感我妈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嫁给你，不是因为房产证上不加我们的名字，而是因为你们家的态度。你们家看不起我们家，认定我们庸俗，认定我妈庸俗，我们家庸俗。我本来根本就不介意房产证上有没有我的名字，我知道你们家的态度之后，我就介意了。我必须要在这个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我凭什么不加？我们别再说这件事了，好不好？我就是要说，你都能当面跟何塞吐槽，凭什么不敢当面跟我说清楚啊？怎么不说话？无话可说？哑口无言，还是觉得我不可理喻？罗宾，我真的是太了解你了。你打从心底就认为，结婚一定是为了真爱，而真爱不应该谈钱。我们家跟你谈钱了，就辱没了婚姻，辱没了真爱，也辱没了你。你多骄傲的一个人啊！你根本不会允许有一个女孩要嫁给你的时候，居然敢跟你提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事儿。我敢保证，你当下就对我非常失望了。因为你失望，所以我也很失望。之后你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我们俩也没有正式说分手，就是因为失望。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失望。失望你懂吗？你不能说听。为什么？你太振振有词了，你的振振有词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反感。无论你多占理，就像你刚才对我那样，咄咄逼人，长篇大论，所以别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太凶了，太爱钱了，所以才会跟她的小叔子去争财产。那是我应得的，他是我丈夫的遗产，我跟我女儿是法定顺位第一继承人，他弟弟不是。我相信，但是他弟弟有遗嘱，你没有。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我不相信，我没看见，就算是有，就是假的。所以我才说，我会把法庭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而不是你们夫妻感情的真假上。你什么意思？无论谁是孙超越的律师，他都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个好妻子，你让你的丈夫失望，以至于他在病重的时候都不愿意见到你，所以他才会立下遗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亲弟弟。如果你出庭，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你，就像何塞刚才做的那样。
就算我不出庭，他们也一样会那么说我的。所以我才会说，我会把辩论的核心放在遗嘱的真假上。蓝红，我是你的律师，你可以不用出庭，不用面对他们，你应该相信我。怎么样？他同意了？同意了，委托给何塞和我。我劝你退出这个案子，把它交给何塞，还有兰兰。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手是顾杰，还有王丽。他们过去是我的手下败将，未来也会是。别的官司我信，这个不一定。我知道他们的策略。只要你出庭，人们就容易相信，他手里这份遗嘱是真的。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把这批遗产交给他的亲弟弟，而不是交给蓝红。我为什么会给别人这种错觉？你太帅了，人们很难相信蓝红不嫁给你，而嫁给孙浩瀚是因为爱情。继承法第2章法定继承第10条，你在给我普及继承法吗？我是要说，继承法规定了，配偶是第1顺序继承人。合法婚姻中的双方互为配偶，所以只要蓝红和孙浩瀚是合法的婚姻关系，蓝红就是法定的第1顺序继承人，继承法才不管他们相爱不相爱。法定继承又称为无遗嘱继承，是相对于遗嘱继承而言的。孙超越的手里就有一份这样的遗嘱，但是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我说过，只要你出庭，人们就愿意相信孙超越，并且愿意相信孙超越手里的遗嘱的真实性。毕竟，孙浩瀚是孙超越的哥哥。不，我跟孙超越打过球，他亲口对我讲过，当时他哥哥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他绝对不只对我一个人讲过，所以我一定可以找到证人证言证明这个遗嘱是假的，是无效的。罗斌，你没有哥哥，我有。假如说，是我和我哥哥辛辛苦苦地挣了上百亿的家产，我哥哥病过了，我小嫂子作为第1顺序的继承人，继承了这份家产，并且找了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来享用，我特别不爽。不爽不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捞着，而是觉得这样对我哥哥不公平，特别的不公平。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我等一下打给你。你怎么了？自己看。马上让何塞发律师函。告谁啊？告你姐姐？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据知情人爆料，看见了吗？这个知情人就是你姐姐罗琦。不可能，罗琦她不会的。不会吗？你不看你姐微博的？我都不知道她有微博。看清楚了，采樊琪琪，这个就是你姐。她在上面骂我说我从小就爱钱，爱有钱人，抛弃了英俊潇洒的男朋友，转而攀了高枝，嫁给了这个什么黄土埋半截的有钱客户。法官判又不会根据谁在微博上说了些什么。是，你姐这个微博明显就被人指导过的。能不能冷静一下？我不能冷静，我告诉你，现在每分钟就有人跑到微博下面蜂拥而至的骂我，我都被骂上热搜了，你看不见啊？在所有的事情搞清楚之前，请你能不能先冷静地跟我说话？战斗已经打响，敌人用了最卑劣、最无耻的手段，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这是诽谤啊！我一定要告到他家破人亡。不什么意思？
不，就是因为采凡琪琪是罗琦，也就是罗宾律师的姐姐。罗宾，你不能因为她是你的姐姐你就护短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大义灭亲，不要上当，不要乱了手脚好吗？我们要清楚我们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到底是要告孙超越还是采凡琪琪？这两者不矛盾。那好，如果我们先告采凡琪琪，那么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被吸引到这段梦断豪门上。更关键的是，采凡琪琪用的是春秋笔法，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很难构成诽谤。他这是在侮辱我。不，罗宾说的这个有道理。你现在一怒，等于是我们改变了斗争方向，但是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要先干翻孙超越。你现在要做的是唾面自干啊，就是即使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你被炒了，你不擦它啊，依然被炒了。什么我就被炒了？听不懂？你被炒了。哀兵必胜，你也可以发一个微博。我凭什么呀？我不会期期哀哀。用不着期期哀哀，就实事求是。第一，你丈夫生病期间，你的小叔子隔离了你跟你的丈夫，让你见不到他。第二，你的小叔子让你签了一个委托看病的协议，正是这个协议，你的小叔子在医生反复提示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让他转院，并且在转院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去世。第三，你小叔子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移了你丈夫所有的财产。第四，这个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不代表你丈夫的真实意愿。我可以去给平台发一个律师函，让他们删帖，不许转发。平台一般不敢惹这样的麻烦。然后我会再组织一拨人来采访，题目就叫做“百亿富豪突然离世，财产被算计，100亿资产零继承”。最关键的是，马上申请诉讼保全，让孙超越1分钱都动不了。他是生意人，这会对他形成致命的打击。好，这就去办。罗老师，您找我。蓝红的案子很快就会进入庭审阶段，何塞想让你去帮点忙。他们不是正在和我们聊庭外和解吗？因为我们申请了诉讼保全，所以他们不想被拖入漫长的司法过程。是因为他们输不起吧？谁都输不起，谁输了谁就是零继承。去给我拿一下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啊，我这儿有，我给你拿吧。尽快。好。我们如果要辩论，大可以上法庭上辩论，没有必要来这里。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庭外和解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外面抹黑我姐，说我姐是蓝金莲。你们也抹黑我们的当事人啊，把他说成是一个欺负孤儿寡母、侵占亡兄家产的人。那不是抹黑，是事实。事实是，浩瀚超越集团是孙浩瀚、孙超越兄弟俩共同创立的。不，公司是由孙浩瀚创立，弟弟孙超越是追随自己的哥哥。浩瀚超越集团的股份，自集团创立之日始，至孙浩瀚先生去世之前1周，一直是孙浩瀚先生占60%，长子孙然和其弟弟孙超越先生各占20%。为什么没有蓝红女士的呢？蓝红女士嫁给孙浩瀚先生，也不是1年2年了。我姐之所以没有股份，是因为我姐夫曾经说过，我姐夫的就是我姐的。确实，如果没有遗嘱，你姐夫的也许可能是你姐姐的，但是现在是有遗嘱，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可如果真的上了法庭，你们这份遗嘱很有可能会被判作无效。事实是，浩瀚超越集团是孙浩瀚、孙超越兄弟俩共同创立的。不，公司是由孙浩瀚创立，弟弟孙超越是追随自己的哥哥。浩瀚超越集团的股份，自集团创立之日始，
至孙浩瀚先生去世之前1周，一直是孙浩瀚先生占60%。长子孙然和其弟弟孙超越先生各占20%。为什么没有蓝红女士的呢？蓝红女士嫁给孙浩瀚先生，也不是1年2年了。我姐之所以没有股份，是因为我姐夫曾经说过，我姐夫的就是我姐的。确实，如果没有遗嘱，你姐夫的也许可能是你姐姐的，但是现在是有遗嘱，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可如果真的上了法庭，你们这份遗嘱很有可能会被判作无效。我不明白你是从哪儿冒出来这种错的离谱的预判啊！如果你们的遗嘱真的一点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你们又何必坐在这间屋子里，跟零继承的法定继承人在这儿谈条件呢？因为你们申请了诉讼保全呀，这对于我们都是煎熬。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审理肯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起草了一份和解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蓝红女士可以拿到1个亿。我不接受。我劝您接受，因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血战到底，您将是零继承。不，如果我们胜诉，是你们的当事人零继承，所以，请提醒你们的当事人，诉讼有风险，应诉需谨慎。事实上，我的当事人并不想和解，是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之下，才有今天的会面。机不可失啊！1个亿不能太贪了。对，啊，这1个亿呢，的确是不少了，但是因为你们的手段太卑劣，所以现在啊，1个亿不够了。今天之内签署都有效，否则我们只能对簿公堂。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收买威胁了所有可能的证人，我们就没有证据证明？你们的遗嘱人设立遗嘱的时候，是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吗？遗嘱最重要的是遗嘱内容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相信法官在了解了遗嘱人的真实婚姻生活之后，会认定这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孙浩瀚先生生前，没有一个除夕是和蓝红女士一起过的，每次过年都是和自己的儿子还有他自己的兄弟孙超越一家人一起过的。孙浩瀚在哪儿过年？和谁一起过年？跟继承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过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它绝不等同于其他节日。
这就代表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呀。任何一个人也绝不接受把自己和家人辛苦打拼出来的巨额家产留给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吧。是的，王律师在这一点上说的非常对，但是你太不小心了。你的笔记本里有一些内容，足以证明你们这份遗嘱是无效的，而且你的邮箱里还有一封邮件，也足以可以让你丢饭碗。什么意思？你真的忘了吗？罗琦毕竟是我姐姐，我的亲姐姐，我们姐弟情深。我是在救你。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64条，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他妈无耻！冷静，你是律师。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这是干什么呀？你跟我讲讲，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什么人啊？这是。孙超越给气疯了，大骂王丽是白痴。你怎么了？孙超越约我打球，说不定他觉得反正你已经抓住他的把柄了，不如跟你说说软话，掏掏心窝子。也许你心软。王丽被炒了。
难道这不是个好消息吗？律协请我去给年轻的律师讲课，我想给他们讲录音证据的取证技巧，来解决以漫谈的性质。对不起，我有事出去一趟。哎，我们不是说好了相互支持吗？私自录音是否合法有效，要看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经过剪辑。来源合法的、未经过剪辑的完整的录音，是可以不经过本人的同意，就到法庭上就作为法庭判案的证据的。那什么叫合法来源呢？举个例子，如果我在你家里安了一个窃听器，那就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公共场合，我偷偷的录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那么这个就是合法的。你赢了。你不甘心？的确有点不甘心。那我们再打一场。别，先歇会儿。我呢，不是一个想要霸占寡嫂家产的人。而且我跟你说过，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打网球，而且那个时候啊，我教练跟我说，我要是好好练，真可以打职业赛。
私自录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取证对象发现你正在录音。所以选择录音设备，一定要选择体积小、易隐藏、音质高、待机时间长的录音设备，最好是可以进行复制的。对了，我特别喜欢跟你打球，虽说我没赢过你吧，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打球能赢我的人。那可能是大家都知道你太喜欢赢了，故意让你赢的。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尊重能够打赢我的。好，那我争取以后每次都赢你。私自录音，又不被对方察觉，还让对方和盘突出，除非对方是对你极其信任的，至少是对你有好感的人。你直接说你的问题。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来套取录音，以便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来击败对方。您不觉得这种间谍、卧底都是凭借对方的信任得到情报，从而击败对方，这有什么错误吗？律师这个职业本身就会引起内心极大的冲突。如果你太软弱，我建议你换一个行业。我们呀，真的是白手起家，我也没有结婚，公司就我们3个人，我哥、我嫂子。那个时候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哦，我说的嫂子啊，是苏萍，挺好的一个人，又生孩子又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大着肚子，还每天在外面跑销售，家业就是这么整出来的。我跟我哥的股份分配是他60我20，那是因为我哥把他的1半的股份给了苏萍，后来苏萍去世了，就把他那30又搁回我哥那儿。如果你是我就想问问，你会不会把你哥还有王嫂的股份拱手让给一个一天都没有跟你们打拼过的女人？那你哥他应该早点离。从他发病到走就半个月的时间太快了，而且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就是因为蓝红的照顾不周，我的哥才会生病。在我看来，那就不是一个能够照顾家的女人。可就算你再讨厌蓝红，你也不应该不让他见你哥呀。我哥那个时候神志不清了，谁也不认识，我怎么让他见？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那小姑娘才2岁，我是不想让那小姑娘看见她爸爸
最后那个样。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哎，我今天请你来啊，我真是拿你当朋友，我是真想问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那遗嘱呢，是我打印的，但那的确是我哥的意思。我了解我哥，他要不是因为发病那么快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让我来做这个接班人。那不可能是蓝红啊，他一天都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怎么会把上百亿的家族企业交给他呢？可是你哥不会让蓝红领继承。我之所以写零继承，那是因为蓝红在外面的口碑，他如果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把家产给他呢？他必须是零继承。如果他能够本分，踏踏实实的，我绝对不会亏待我的。你也可以去问问这么多年，哎，我上一个嫂子跟她生的孩子，我是怎么带的？我对那孩子比对我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呢呀！我相信。可是王丽应该提醒你，他的确提醒我，他也跟我讲了，如果真的要提到司法鉴定的话，鉴定的结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肯定是零继承。啊，咱扯句题外话啊，他可真不是我开的啊，是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没脸见我，他才自己走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因为他跟你姐，我也知道你姐肯定是站在你那边，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毕竟血浓于水，亲情关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替代的。哎，如果你能够理解你姐，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跟我哥现在的关系。毕竟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不可能把我跟我哥打下的天下公